家人们、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蛙哥。就在刚刚前不久 ，Monster 更新了《丧尸宇宙》第34集的剧集。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一集实在是太疯狂了，可能是迄今为止泰坦级别战斗做的最精彩的一集。我真的被这种史诗级别的战斗震惊到了。现在就让我来对这一集的剧情进行详细的解析，并且我还将分析这一集中大家可能错过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。大家都准备好了？那现在就放下手中的事情和工作，来好好欣赏这10多分钟的视频吧。相信我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泰坦电视人变成了丧尸形态，没想到还可以2次变身。变身后的丧尸泰坦电视人已经不能用怪物来形容，他的样子太疯狂了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生物呢？泰坦赛人也将和 G-Man 进行战斗，变成泰坦的 G-Man 将会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实力？他将向我们展示的实力将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。这种超能力是目前为止丧尸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强大。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任何精彩细节，请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。现在就准备好甜点和茶水，让我们好好观看这一集吧。为了不让新来到的朋友对剧情感到困惑，先来快速的了解一下上一集发生的事情。在第33集中，海底基地的警报响起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双战神来到了这里，他的身上被丧尸音响安装了定位器，所以海底基地的位置就被暴露，敌人已经找上门了。在之前无双战神的一条手臂，为了不被瘟疫医生的绿色液体感染，被骑士用斧头砍断了。当他来到海底基地后，监控人工程师又给他安装了一条机械手臂，这让无双战神的战斗力又提高了不少。当敌人攻打过来后，无双战神马上投入到了战斗中，驾驶着鲨鱼潜艇和其他的联盟成员一起冲出了水面。他们首先面对的强大敌人是泰坦赛人。我们看到泰坦赛人从迷雾中走出来，于是鲨鱼潜艇就开始对泰坦赛人进行疯狂扫射。遗憾的是，这种攻击程度对于泰坦赛人来说毫发无伤，没有任何作用。然后出现了阿斯特拉毁灭者，这是来自外太空的强大选手，实力非常强大，也来对付泰坦赛人了。接着还有马桶敢死队，携带着大量溶酸自爆桶登场，都对泰坦赛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，这让他变得非常愤怒，开始进行反击，发动巨大的能量波动，导致鲨鱼潜艇失去了作用，所有的设备都失效了。泰坦赛人抬起激光手臂，开始一个一个把这些鲨鱼潜艇都摧毁掉。无双战神非常机智，看情况不对，选择了跳机逃生。潜入了海洋的无双战神就此消失掉，在第34集并没有出现，不过之后肯定还会再次登场。接着阿斯特罗毁灭者也遭到了泰坦赛人的打击，受到严重损坏。接下来非常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没想到 G-Man 和主宰者一起登场，并且他们两个用拳头直接把泰坦赛人给揍飞。这里再次说明一下 G-Man 和主宰者的关系。在原版 Skibida 里面，我们得知其实 G-Man 也是太空舰队的一员，只不过背叛了太空舰队逃到了地球。太空舰队来到地球，除了为了入侵和占领地球以外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铲除掉 G-Man 这个叛徒。因为在他们看来 G-Man 犯了叛国罪，必须要把他干掉。其中主宰者也是非常强大的太空舰队成员，在第75集出现的主宰者给人的压迫感非常大，并且主宰者的眼睛可以无视墙体和障碍物，相当于拥有透视功能，非常强大。然而在丧尸宇宙中 G-Man 和主宰者看样子关系非常好，竟然联起手来对抗泰坦赛人，并且太空阵营和联盟竟然也是合作关系，所以丧尸宇宙的剧情和原版 Skibida 剧情区别非常大，大家一定要能够分辨清楚，搞混了就很尴尬。接着我们看到主宰者和 G-Man 一起对泰坦赛人发动攻击，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海面出现了巨大波动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被感染的泰坦电视人突然从泰坦赛人背后出现，张着大嘴，如同一条疯狂的大鲨鱼，想要一口吞掉泰坦赛人，不过并没有成功。接着主宰者冲击向丧尸泰坦电视人，而 G-Man 选择对付泰坦赛人。由于泰坦实力太过强大 ，G-Man 也不得不选择变身，变成了泰坦形态。所以在第33集的剧情结尾，我们看到泰坦赛人、丧尸泰坦电视人，还有泰坦 G-Man 3大泰坦呈现一个三角形，周围4面环山，中间场地非常空旷，是一个进行战斗的好地方。那么第34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已经不言而喻了。视频开头竟然是一朵花，对于这朵花有什么寓意呢？这很难猜测。3大泰坦之间的史诗级战斗已经开始了。这里我要提前说明一下，由于3方都是敌对关系，于是就有人猜测他们当中会有人选择临时联盟来针对第3方。其实这一集他们并没有组成临时联盟，3方势力可以说是大混战，想打谁就打谁。刚开始泰坦 G-Man 和丧尸泰坦电视人进行了一波短暂交手，接着泰坦赛人直接插了上来，先是一拳揍飞了泰坦 G-Man， 然后又和丧尸泰坦电视人进行对战。泰坦 G-Man 这里直接切换出宝剑，这把宝剑可以4剑合一，也可以分裂出4把剑进行攻击，拿着剑冲向泰坦赛人，结果被一拳击中腹部，倒在地上。接着泰坦赛人双手抱拳高高举起，在砸下的一瞬间，泰坦 G-Man 手持宝剑进行闪避，这让泰坦赛人的拳头砸在地上。接着泰坦 G-Man 用宝剑进行反击，然而泰坦赛人一个后空翻，用腿部踢中了宝剑，直接把宝剑踢飞了出去。泰坦 G-Man 起身追击，并且用手掌抓住泰坦 G-Man 的核心反应堆，用力一拉拽，接着用脚猛踩泰坦赛人的背部，直接把他踩在脚下。随后双手抓住泰坦赛人高高举起，在空中转了一圈后，又狠狠砸向地面。泰坦赛人的
的背部机翼都被拆了下来，看来是不能再飞翔了。本来泰坦之门接下来肯定是要对泰坦赛人进行下一步的摧残打击，结果旁边的丧尸泰坦电视人又开始攻击 G-Man， 核心反应堆发射红色激光射线，把泰坦 G-Man 给击飞了出去，间接的帮助了泰坦赛人一把。接着我们看到丧尸泰坦电视人肩膀上的2个屏幕飞离出去，并且张开大嘴进行攻击。泰坦 G-Man 见势不妙，赶快召唤旁边插在地上的宝剑。我们发现泰坦 G-Man 竟然可以凭空御剑，这种操作只有在武侠电影里才见过。泰坦 G-Man 就如同剑仙一样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当电视机张开血盆大口攻击 G-Man 的时候，直接被飞来的宝剑切成了2半，其中2个助推器掉落在地上，引发了剧烈爆炸。另外一个电视机也赶了过来，被泰坦 G-Man 手持宝剑，动作迅速，又快又准，直接切成2半。这让丧尸泰坦电视人非常愤怒，朝着泰坦 G-Man 走过去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泰坦赛人也冲了上来，开始攻击丧尸泰坦电视人。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，刚才泰坦 G-Man 差点要了泰坦赛人的老命，人家丧尸泰坦电视人发射红色激光射线把你给救了下来，现在人家要去攻击泰坦 G-Man，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要过来阻止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，3大泰坦的智商有点欠缺，他们只知道一味的战斗，却没有任何的战术套路。注意看泰坦赛人的手掌心竟然出现绿色能量，并且在绿色能量中间还有白色能量在波动。接着他握紧拳头，一拳打在了丧尸泰坦电视人的身上，竟然把他的灵魂都打了出来。这一招实在是太强大了吧，把灵魂都从身体里打了出来。这让我想到了瘟疫医生的攻击方式，在之前的战斗中把骑士的灵魂也吸了出来。现在的丧尸泰坦电视人身体被感染，变成了丧尸状态，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被污染，所以当灵魂从身体里出来后，表现得非常迷惑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当他看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丧尸状态，瞬间就明白了过来，所以他对着泰坦 G-Man 说了一句话：杀了我。对于泰坦电视人来说，他宁愿死去，也不愿意自己变成丧尸来危害自己的同胞和战友。当灵魂回到身体后，丧尸泰坦电视人马上发动核心反应堆激光射线，泰坦赛人直接被击飞。接下来就开始泰坦 G-Man 的表演了。既然自己曾经的好战友要求自己干掉他，那自己又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泰坦 G-Man 隔空御剑，4柄飞剑命中了丧尸泰坦电视人的身体，暂时控制住他的行动。因为旁边还有泰坦赛人，先把他解决掉以后，再安心来对付丧尸泰坦电视人。这波打斗非常的精彩，腿脚和拳头都用上了，2个人的打斗画面就如同看动作武打电影一样，而他们2个人就好像武林高手在过招一样。接着泰坦 G-Man 一拳下去，直接把泰坦赛人击飞了10多米远。泰坦赛人半蹲在地上，核心和身体都冒着电光，这波攻击给他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。此时旁边的丧尸泰坦电视人也缓了过来，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身上插着宝剑就冲击了过来。泰坦赛人也朝着泰坦 G-Man 冲击过来，他们把攻击目标都转移到了泰坦 G-Man 身上。现在的局势对他非常不乐观，1打2让泰坦 G-Man 有点招架不住，2把剑都刺穿了他的身体，这让他感觉非常的痛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幕，受伤严重的泰坦 G-Man 该如何反击呢？突然丧尸泰坦电视人被命中后击倒在地，紧接着泰坦赛人也被击飞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原来是刚才消失的主宰者赶了过来，前来支援泰坦 G-Man 了。不过此时的主宰者有一条手臂看样子已经报废掉了，他直接对泰坦赛人发起冲击。这下泰坦 G-Man 可以专心对付丧尸泰坦电视人了，依旧是隔空御剑，把宝剑收了回来。我们注意看他是怎么操作的，感觉他的手套拥有吸附能力，可以控制宝剑的磁场，从而隔空也能够灵活控制宝剑。手持宝剑冲向了丧尸泰坦电视人，接下来的画面非常残忍，丧尸泰坦电视人直接被大卸8块，宝剑的威力竟然如此强大，可以预见的是他要被彻底摧毁掉了。然而变故再次出现，画面发射变化，瘟疫医生出现在屏幕中，并且说了很多关键的话。你以为杀掉他对你来说赢了吗？泰坦 G-Man 的攻击非常迅猛，看样子是想要彻底摧毁丧尸泰坦电视人。瘟疫医生又说话，你是否认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呢？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看来瘟疫医生早就留了后手，根本就没那么容易干掉丧尸泰坦电视人。不过现在的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，大家肯定和我一样，都非常好奇他会如何进行反击。瘟疫医生拿到一个神秘的红色按钮，并说道：现在你将会看到泰坦 G-Man 的核心反应堆进行蓄力，想要用他的最强一击彻底摧毁自己曾经的老朋友。然而一切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看到瘟疫医生直接按动了手中的红色按钮，还说这是他的新作品。当红色按钮被按动以后，丧尸泰坦电视人的整个身体发生了变化，竟然变身了。看来这个神秘按钮是一个开关，当开关被启动后，丧尸泰坦电视人就会发动变身功能，整个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除了保留头部变异的电视机和胸部的能量核心以外，身体部分都被粗壮的能量触手所替代，并且这些能量触手
手可以自由缩小和变大，非常的灵活。同时，他也变得更加凶残，触手不断向前延伸，开始攻击泰坦 G-Man。此时的泰坦 G-Man 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被触手给缠绕住全身，牢牢控制住不能动弹。此时的泰坦电视人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了，朝着泰坦 G-Man 冲过去，被什么东西命中，打断了他的攻击。泰坦 G-Man 也看了过去，再次看到了主宰者。刚才主宰者冲击泰坦三人，消失了很长时间，现在主宰者再次现身，那泰坦三人又去了哪里？难道已经被主宰者给干掉了吗？可能性不是很大。变身后的泰坦电视人非常愤怒，竟然身体缩小后钻入了地下，这一招也太变态了吧！这让我想到了液体机器人，可以随意的变化身形。现在的泰坦电视人也可以随意变化身体形状，同时时钟宇宙里的反泰坦就可以利用身体变换各种形态。大家觉得反泰坦会来到丧尸宇宙吗？感觉现在丧尸宇宙的泰坦电视人有点无人能挡的感觉，直接从主宰者的身后出现，并且已经牢牢的控制住了他。此时的泰坦 G-Man 依旧被触手控制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主宰者被摧毁。泰坦电视人狠狠咬住主宰者的脖子，泰坦 G-Man 想要阻止，却无能为力。注意看主宰者的眼睛已经闭上了，他在死去的最后一刻，用尽浑身力气做了一件事，控制自己的武器命中了 G-Man 附近的触手，让泰坦 G-Man 得以摆脱困境。主宰者临死前依旧毫无畏惧，并且首先想到的依旧是朋友的安危。泰坦 G-Man 能够交到这种朋友，这辈子值了。他要给自己的好朋友报仇，手持宝剑要发动最强一击了。这是泰坦 G-Man 变身后最强大的一招，可以引起天地共鸣，天空都为之变色，紫色的能量场便随着电光闪电链接成了细线，围绕在宝剑的周身。这个时候奄奄一息的主宰者也努力睁开了双眼，看样子并没有死透，还留着一口气。接着我们看 G-Man 的最强一击，简直是帅到没朋友。虚空一剑定乾坤，天空都变成了黑色，一道亮光出现，然后大量的能量倾泻而出，整个画面就如同看动漫一样，相当精彩。这一集就此结束，最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只能等第35集的剧集更新了。大家如果对这一集还比较满意，就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吧，这对我来说就如同生命一样重要。花费1天的时间制作这期视频，只请求大家花费不到1秒的时间点个赞，我想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。最后感谢衣食父母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